少商妹妹，那日我言辞无状，夸口霍将军对我的情谊，还请妹妹原谅我。我郎婿过世后，骆氏族人总在逼我，希望我能尽早成婚，尽早再攀高枝，否则就要将我在西北再嫁。我这般身无长处的女娘，一家尚能匹配，二家可挑选余地不多，所以我有些心急了。所以你便就抓住霍不依不放。我自幼倾慕霍将军，盼望着能与他在一起。可惜他不是这么想的。我所做最错的事，便是高估了自身，低估了霍将军对你的情谊。这次被当众羞辱，也是活该。霍将军当着许多人的面送嫁静嫔给家父，指明是给我做嫁妆的，我都不敢想，家父当时是何等羞辱。你别看着我，我不愿和他打交道，更不会去替你向他求情，也不会去说服他让他娶你。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不了，一腔痴情，错付5年，已经够了。女娘一生能有几个5年？今日我来，是想对少商妹妹说，我已决意回西北度过残生，此生与我永别了。车驾我已找好，今晚启程。妹妹与霍将军一定要白头到老，否则我在西北也会不甘的。对霍不依的执念，如今我已经放下了，只是为宣皇后，我还有件事要做。宣皇后病重后，心中始终惦念着霍将军。如今将军可算回来了。皇后现在病情如何了？孙医官说，抑郁太重，心悸难返，今臣病又加重了，都不能起身了。我明白了。皇后，是子胜吗？是我。
受了。心中挂念都城，不敢懈怠。是挂念都城，还是挂念少商？有件事，我想和你说。袁善坚和少商并未定亲。我知道，少商心中依然有你。我也知道，是臣错了。臣已决定用这一生来赎罪。他在年少最需被人疼爱时，未被亲人关爱。你想爱他，就要弥补他内心的缺憾，不要总让他去理解你的抉择。有商有量，才能并肩同行。是。臣以后与少商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绝无半点隐瞒。只可惜时间太短，我怕是看不到你们成亲。是孩儿无能，让你费心了。我只盼着来世你们能做我的一双亲儿女，我也多活几年，为你们所养，含笑中年，那样的一生才算圆满。驾！洛娘子，你所说的神医住处为何还没有到？之前我为七郎寻药，便托亲朋在都城中打听许多杏林妙手的住处，最终选中此人。这位医师的确最善治郁结之症。程娘子若是不信，就回长秋宫吧。只怕宣皇后挨不了太久。那就先停车吧，还劳烦洛娘子将具体位置告知于我，待我回去禀明圣上之后，带重礼来拜访。少商妹妹是不放心我吗？你看，这车上是我全部家当，来都城是这些，离开都城也是这些。我已决心回西北，临行前还能害你不成？
梁秋飞小将军传来信，说请霍将军出宫，有要事。去吧，见到少商，好好与他说，他会谅解你的。好。霍将军，梁秋飞小将军说，程娘子被请上洛娘子的马车，两人出城去往城郊了。何时的事？半个时辰前。洛娘子回西北之后，大可慢慢挑选郎婿。若无匹配之人，也不必将就一身。谁说女娘没有郎婿就无法过活了？妹妹根本不懂，除了霍将军，我不会再嫁任何人。天底下的儿郎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你不懂，我自幼亲慕霍将军，但我身份卑微，自然不敢表露。后来我与他又各自有婚约，以为此生无望。谁知天可怜见，叫我与霍将军在西北重逢。少商妹妹定不能想象，当时我有多么欣喜，如同即将溺水之人被送来一块浮木。所以，你在与你亡父还是夫妻之时，就惦记上霍将军了。你可知，深爱一人，身心却要服侍他人的滋味？我在床上，每一刻无不想的，甚至要将贾七郎当做子胜的替身才能忍下去。我不知，这般傻话也不必与我讲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心。你可知他在西北时过得怎样的日子？他冲锋陷阵，以性命搏杀，每次打仗人家求生，他求死。你好狠的心呐！你为何对他这么残忍？幸好此生有我，我爱他，敬他，无论他对我做任何事，我都不怪他。我能接受他的好，也能接受他的坏。我与你这种随意订婚退婚的女娘不同，我贞洁一生，钟情一人。洛娘子，若非为了宣皇后，我根本不会跟你到此。停车！程少商，霍不宜为了你与我撇清干系。如今我已无家可归，全都城女娘都要看我笑话，我还怎么放你下车呀？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知道吗？剧中医师说，此生一直不肯医治手臂上的齿痕，甚至用药让齿痕伤得更深些，那都是为了你。我被你们二人骗得好苦。那是你自己在骗自己。你给我放开！他对所有女娘都视而不见，为何你是特别的？我比你进宫更早，比你聪慧娴熟，凭什么？霍不宜心中眼里全是你，你真是该死！洛剧头，你就算杀了我，也得不到的。那又如何？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敢做。我甚至不惜杀了我的夫君，可他却还是不爱我。只要我杀了你，他就会永远记着我，哪怕是恨我入骨。
停车！社长，给我停车！不行！你若敢停车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罗启通，将人放了，其余的我们都好商量。商量？昨日那般求你，神色都未见一丝变化，现在却知道怕了。我若说叫我放他可以，但你要娶我，你答应吗？你先将人放了，我什么都可答应你。你少骗我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除了这票伤，你已不打算娶任何人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带他一起死！少长抓住！你快松手！凭你的本事定能上去，你若再不松手，我们二人都要死在这儿。松手啊！让我松手，除非我死。候补言，即使你为我死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你赶紧放手！没有你，我不会独活。我知道，我做了太多的错事，不配得到你原有。但自从你我孽币为盟，我已经将你视作我妻，所以你杀，我杀，你死，我死。少主公，我们来了，坚持住！少长抓神！你的伤，无碍，让医师包扎一下便可。程娘子，让在下送你回宫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回去便好。那让阿七送你吧，坐我的马车。我
在下先行离开。报！霍将军、程娘子，圣上召你们即刻归宫。宣皇后她不行了。沈安，你心里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？告诉朕，朕一定替你给办了。妾此生都替旁人活了，若此时还替旁人说话，也太没意思了。妾在陛下身边待了几十年，这陛下心中依然是那个喜欢耕读的磊落少年郎。若非天下大乱，若非立地残暴，陛下是愿一生闲居乡野，然后迎娶月衡妹妹，生几个孩儿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就此平淡一生了。沈安，你这一生啊，是朕给耽搁了。陛下不曾亏欠妾，妾不敢反抗舅父联姻，遇到你，是宣神安此生有幸。陛下为天下安宁舍弃许多，阿衡妹妹何尝不是？不能因她泼辣直爽、大大咧咧，陛下就认定她不会往心里去，不曾痛彻心扉。妾知她背后流的泪，只有比妾更深。往后的日子，陛下要与阿衡妹妹好好的，就如同你们在山野时那般亲密。
就像妾，从不曾来过。阿紫，陛下，让我与阿和妹妹说说话吧。好。阿紫，只要有我月痕在的一日，保管宣室一门无恙。谁指望你了？有太子在，他稳重能干，我放心的很。我现在想说说我们。我儿19岁遇刺那年，我从未疑心过你。我知道，那年我儿4月领药者，我也从未怀疑过你。我知你从未怀疑过我，才不怕外面的风言风语，敢于接收这些孩儿们。阿紫，在我心中，我们就如亲姊妹一般。如果我们是寻常人家的小姊妹，该多好！让孩子们进来吧，都进来吧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妾的身体是要葬入皇陵的，能否允许妾割一束头发，让少商烧成灰，带回我年幼时随父隐居的山上？你说的一切都有你。儿啊，你莫总要优柔寡断，荣华又如何？人要活得豁达些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宅媪就由你奉老吧。孩儿以后定会照顾好宅媪，母后蒸煮，孩儿还要给您奉老呢。我没有日后了。母后，儿错了，儿错了，儿愿用自己寿命来换母后啊！你若真有孝心，别拿你的寿换我的，好好活着，珍惜你自己的好时光，莫要作践自己。
自杀？皇后，是子申对不住你。我从未曾怪过你，我知你这一路走来，心里苦得很，你不欠我们的。我知你一直心怀愧疚，待我走后，就让往事随风散去，你也放过自己吧。少商，来。少商，你为我拖累，已耽误了5年。何来拖累？少商还愿意跟着皇后5年。是。傻孩子，人生有几个5年、10年？你为我已错过许多，我望你将来的日子好好替自己活一回。我不希望你像我一般蹉跎余生。身为母亲，我希望你们2人能再续前缘。可身为明事理的长辈，我有知姻缘强求不来，我只劝你们万事遵从己心，珍惜眼前，莫要后悔。愿来生能得逢太平盛世，使我免于颠沛之苦。愿来生父母饥渴且寿，使我免于忧患之苦。愿来生青春作赋，山野颂歌。夫君，深谙佳妮，此生有幸。愿来世你我别再见。
霍将军，借一步说话。好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宣皇后轰了。二位放心，我只是来送少商回家，即刻就走，绝不打扰。霍不英，你站住！霍将军，你当我曲令侯府是何等之地啊？又当我家袅袅是何人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如同当年你即将要娶她，又弃她于不顾。5年前，你抛弃了袅袅，她病得都快要死了。你到后院的牌坊去看一看，那里还有为她打造了一半的棺椁。不宜深知对不起少商，也知二位对少商的爱护之心，是以决定再不打扰。你可知这5年，袅袅她是如何过来的？她曾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却把自己关在长秋宫整整5年。我病重难愈，他阿兄娶妻，他堂子嫁人，我们都期盼着能再与他见一面，可他却一步都未曾离开过长秋宫。你失去他5年，我们程家也失去女儿整整5年。你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谁吗？就是为了你，霍不疑。是我的错，是我辜负了少商对我的一腔深情，是我辜负了陈家对我的信任。我对不起少商，亦对不起程家。我亏欠的，穷尽一生也无法弥补。别说少商无法原谅我，即便是我自己，也无法原谅我自己。在西北时，我没日没夜的拼杀，指望刀剑能穿胸而过，令我战死沙场。但我又不敢死，我还没能令他放下怨恨。我何来的资格死？霍将军，我们不是让你来认罪，刚才所说的话，也不是让你自责愧疚。我们身为袅袅的双亲，但自小对她缺少关怀疼爱，如今也悔之晚矣。袅袅将来想走怎样的路，嫁怎样的人，现如今我们都由着她。你们一个有情，一个有义，奈何天意弄人。至于今后能否再续前缘，且行且看吧。
回想起当初在此处给皇后做仪堂，圣上得知之后，赏赐了你，彼时我心中还有不服气，与皇后说，自与你在一起之后，大家看到的都是你的心腹，不曾再看到陈少商。皇后便说我性子太多，只管自生自灭，自损自荣，说让我学会转换，学会此山不开另开他山。我之前恨你抛下我，恨你一意孤行，恨你宁愿独自跳崖也不愿与我一路同行，恨我自己对你真情实意，你却对我满嘴谎言。时经5年，我万不宜将这些都放下。我当真是无法再教育真心，再赋予信任了。少商，对不起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尊重你的。在西北的这几年，我没有一日不活在悔恨之中。我懂你，深深知道你害怕被抛弃，可我还是选择了令你最痛的方式去伤害你。在我人生最初的20年，我活在仇恨之中。往后余生，更是要活在悔恨里。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你。但我知道，我已经没有资格了。我曾对皇后说过，若郎婿是骄阳，光照万里，那我们女娘亦可做繁星，日月星河，无所谓高低，唯有并存，才成就此番天地。我会好好生活的。待送皇后的发冠回故土后，
我也会去看看这天地之浩大，有山河识万物。你也会好好生活，对吧？待处理完都田令一事，我会再回西北，镇守边疆。永远守护着人间星河。我会珍重我自己的，我也会过得很好的。皇后最爱这般求人眉间。你公子快别想了，宣皇后尾期已过，你若再为她伤怀，她在泉下也不放心你啊。随口一说罢了。这些年来，皇后的身体我怎会不知？宿疾一生，早早晚晚会有这么一天。不过好就好在，她走的倒也平静，没有痛苦。如此这般，我心中也轻松不少。娘娘，娘娘，阿母做了你最爱吃的糖儿，快跟着阿母进屋尝尝。走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如何？算了，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不好这些的。你看，
夫人，你又气自己，娘娘还没说好吃不好吃呢。啊？娘娘乖，乖娘娘，这个是阿母卯时不到亲自去厨房做的，你再吃点，再尝尝。夫人呐，你还是骂他2句吧，你这么温柔和蔼也太吓人了。将军，又胡说！我宁愿装一生一世，只要娘娘开心就好。从前15年，我们不在家，想装也不能装。后来5年，娘娘去了宫中，便也没了机会去装。娘娘，你就让阿母装吧。若有一天阿母装不下去了，你可别笑话阿母。娘娘，阿母错了。阿母也是第一次做女娘阿母，不知道这带女娘和带兵的不同，与带儿郎更是不一样。阿母也想改，可是你长得太快了，根本不容阿母去琢磨如何改变。阿母错了，娘娘，如果再给阿母一次机会的话，阿母肯定不会把你留下。就算是出生入死，我也会把你带在身边，我们全家人同生共死。你阿母说的对，倘若回到当初，我就你大母和葛氏拼命，也一定把你们都带在身边。将军，你可当真敢跟君姑拼命啊？果真？那你就把这盘点心给君姑送过去，顺便告诉君姑，你即将启程去平豫州杜田所引起的民乱，你看看君姑会不会跟你拼命？你说这个做什么？万一他拦着不让我去怎么办？我这一生最头痛的只有2个人，啊不，3个。阿母、袅袅和夫人。阿父，啊，谁最傻？自然是夫人了。这点心还是我给大母送去吧。四方神灵保佑，保佑！阿芷命大福大，逢凶化吉。哎，当年我生阿芷，时辰就是好。那天满天的云彩啊，呀，一会儿像龙，
一会儿像虎。是啊，季老爷由县令一路荣升至郡守，怕没2天呐，就回到都城做了大司空了。阿芷鸿运当头，那还是我生他的时辰对。当初老神仙说，你家阿芷啊，老夫人呐，快别提那人了，就是他胡乱算卦，把四娘子强行留下来，以致四娘子和伯夫人离心，才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头。大母最近的胃口可有好些？李公子在宫中5年，如今终于恢复小酌，老夫人嘴上不说，可心中是欣喜的。我当初鬼迷心窍，听了葛氏的撺掇，整日里就想着拿捏大郎和心腹，所以才耽误了袅袅。倘若再来一回，我定要好好的待袅袅。好好待，那是我孙儿。以后袅袅想嫁谁嫁谁，不嫁也成。我早与大郎留话了，我过身之后，攒的金银财帛，统统的都留给袅袅。哪怕她终身不嫁，也好有个依靠。好了，好，夫人，好了啊，好了，我对不起孩子。莲房，你可还记得当年在乡野小屋我病重的时候，那会儿若不是你悉心照料我，恐怕我现在的婚姻都青草没息了。女公子福大命大，自会逢凶化吉，莲芳怎敢居功啊？当年我还不知道我的阿父阿母兄长们长什么样，什么性情，身边最能信任的人便就是你了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如今家主和女君还有几位公子都疼爱女公子啊。这些年就像一场梦一般，这1个月我总是在想，会不会突然醒来，发觉当真是一场梦。女公子许是累得很了，又睡得太久，人就有些迷糊了。其实我也想与大漠和好，只是我真的与他亲近不起来。或许是还怨他，使我骨肉分离那般多年；或许是因为怨他，让我15年里从未感受过亲情，不知什么是悲哀。可在陈家最危难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挺身而出，与我渐渐融为一家人。可我当真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。女公子受了那么些罪，就是难以接受也是正常的。从前我阿母说我身上总有一股子戾气，我还不服。如今倒是知道，
女君她早已，可她如今对……你不必再说，阿母的心意我是明白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去记挂这些，不会去想谁厌憎我，谁不喜欢我。相反，我要去想谁喜欢我，谁待我好。因为只有想到这些人，我才会有活下去的底气。人呢，还是要多想想好的事情。余生很长，这样才能好好活下去。我明日就要出发了，今日特意来找你辞行。我也准备面圣，向圣上辞行。2年前，我父亲为解困义兄，陷征伐大军的温将军于不利，罪该万死。后不疑为救我父，不惜领军驰援，险些丧命。圣上宽宏，贬我父亲官职，与母亲回胶东接受惩戒，而我也向圣上请旨外放，去推行都田令。袁州牧和袁夫人可还好？他们倒是前所未有的好。我父亲自觉愧对袁氏列祖，没几日身体便垮了，我母亲也因此对他关照起来，更愿2人一同相伴回乡，也算是他们这段姻缘的好结果了。只是他们临行前还在担忧我与你的亲事。对不住了，袁山间，我最终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。我嘛，意料之中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将来我可是要位列3公的，我的子孙后代也要位列3公，权臣辈出，我袁氏昌盛绵延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这3公夫人你是做不成喽。有比我更适合做这3公夫人的人。受伤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这是场必输之局。如今真输了，我亦落子无悔。只是，就算我输了，霍不疑也没有赢，
不是吗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你走来。这一次，我望你先辞别离开，别回头，否则啊，我怕我会后悔将你让给他。女公子，别来无恙否？我知你心意，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都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你为救我阿父险些丧命，我再与你斗气，便是真不知好歹了。如今，圣上在各郡推行渡田令，我已自请前往各州郡巡查，督办渡田令一事，希望能建功立业，再回都城。你呢？我也是因为渡田令一事，圣上下令在豫州建立总理大营，我担心尚有立地余孽未曾清除，打算前往协助太子。若我没记错，此事该是程将军去吧？你真是做得一个好女婿，又替岳父上战场。只是我不懂，你为程宋截杀蜀中余孽，因他是少商兄长；你为程将军护送太子渡田，因他是少商父君。于情于理都是应该，可你为何要帮我们袁氏？毕竟单剑对少商始终不曾放下，你我仍是情敌。因我是这个都城中最关心你的外人，这是真心话。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若是你不好，少商不会安心。就如同他举荐楼瑶，我不会为此生气，因他就是这般嘴冷心热之人。唯有他关心的人都好了，他才会安心。所以我只有帮你们都好，他才会
去寻找自己的爱好。我一直觉得太过情深不是好事，情深难抑，让我父亲意志消沉，让我母亲伤痛一世，让我自幼失去双亲庇佑，独活。然而你比我情深，比我傻，所以比我更值得他所爱。我袁善剑亦希望最后陪在他身边之人是最好的那个。这里离华县不过10几里，你要不要去看看楼瑶？阿瑶心性宽阔，又一心为民，成为一方父母，定是将华县治理得很好。他与何昭君这般好，我还是别去打扰了。停！程娘子，前方有一位女公子求见。程娘子，好久不见。楼离，我阿兄听闻你途经此处，特让我请你去华县用膳。多谢邀请，我要送皇后的发冠回故土，就不便去了。阿兄让我来，是想邀请故人瞧一瞧华县如今的模样。他想告诉你，华县已不复当初的满目疮痍，如今百姓安乐，再不用受离散之苦。若非阿嫂即将临盆，他脱不开身，一定会亲自来请你。陈娘子，真的不愿意见吗？去吧。那好吧，我随你前去。昭君阿姊即将临盆，你们带着先人遗物登门，怕是……阿兄，你们在此守着，我用完晚膳就立刻回来。好。我随你去。玉。何娘子，你这一身……前些时日，我阿父阿母在家乡病亡了，我如今尚在孝中，还请程娘子见谅。
陈娘子，请。这城中的侍卫，朝着倒是比往日少了一些。圣上在豫州推行渡田令，周围一些乡郡蠢蠢欲动。袁善见在周边巡查，我堂兄也派了好多侍卫前去配合了，所以县衙里面没有安排那么多人手。怎么，陈娘子是过惯了前呼后拥的日子，没百来人伺候，不习惯了？这。来啊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口中有毒丸，弃一卷。随我去送。是。跟我来。是。没想到少商也会忽然造访，招待不周。我在途中遇到陈娘子，想到兄嫂与她多年未见，便邀她来做客了。阿兄，昭君、阿嫂，你们不会不乐意吧？怎么会？少商，阿离这些年家中有些变故，他说话你别往心中去。这一路上瞧来，这华县被阿瑶和昭君、阿紫治理得很好，这街上比初临之时热闹了许多。好些建造屋舍的法子，都是当年跟着你学的。
少商，对不起，当初我不该将阿生自强迁怒于你，只是那时阿嫂下落不明，我担忧焦急才会。如今想当初娄家是何等风光，现在却落得这步田地。只恨某些人以娄家做垫脚石，谋自己锦绣前程。楼里，娄家有今日，是当初大兄行差踏错，怪不得别人。都吃饭吧。这个位置是留给……那是给陈娘子。这老姜在华县可是不多得的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好好尝尝。多谢。阿嫂，昭君，你怎么了？我腹痛，怕是要生。医师不是说还有1个月才生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华县懂妇产之事的女医只有陈儿，可我听说她好像随夫君去清县探亲了，今日不在华县。我这边快马去寻她。昭君，你坚持住。阿离，这里就拜服你们了。放心，你去吧。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来人，来人！扶嫂嫂去家庙，那儿宽敞。陈娘子，你也是女眷，来搭把手吧。我知道你与昭君阿姊往日不睦，但看在阿兄的情分上，你帮帮他吧。不行。自然。报，少主公，适才搜过了，于附近的沟渠里发现了几十具残尸，他们有的身穿华县侍卫铠甲，还有一些看打扮，擅向元侍郎府上布曲。黑甲卫听令，在，即刻随我前往华县。进去。走，小心。县衙里为何会多一处家庙？是谁在此处修行？你们先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陈少商！啊！